这个酷似超级赛亚人的男人下定决心成为一名和尚，但他的头发从小就硬如钢铁。今天是迎来他的第99次剃度，经过之前98次的失败，师傅说什么也要把他剃成光头，可刀都劈断了几十把，始终无法给他剃度。师傅猜测他会不会得罪了哪位神仙，于是赶紧将他带到魔家四将面前，让他跪下好好认个错。如果小僧得罪了各位，那就请受我一拜。没想到魔家四将见到是他，赶紧转过了身子。这波操作搞得师傅不知所措，于是他急忙去拜见雷公电母，可得到的结果还是一样。最终他觉得观音菩萨慈悲为怀，肯定可以接受自己曾经犯下的罪孽，可连观音菩萨都闭上了眼。观音都闭眼了。观音菩萨，你为什么要闭眼呢？你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不能被剃度啊？是不是我前生做了什么孽？观音菩萨不仅没有告诉他，而且还惊动了住持。住持急忙将不通拉了下去，因为今天方丈接了笔大买卖，将军夫人花重金来寺庙求子。方丈为了添加寺里的香油钱，还特意派出18罗汉为其祈福。别看将军夫人诚心祈福，心里却打起了小算盘。要不是为了坐稳正室的地位，生个大胖儿子，断了他纳妾的心，我才不会坐在这个破庙里。还好，将军给我1万两香油的钱，我只捐3000，又进账7000两。将军天天对那个死丫头春梅色迷迷糊，下个砒霜先把春梅毒死，绝了后患。说不定将军那方面不行，明天一早下山回娘家找表哥叙叙旧情，接个种也好啊。不通深知这种坏女人怎么可能求得孩子，本想出口阻止她，不料方丈及时出现制止她，让她赶紧滚下山去降妖，不要在这里影响她的生意。因为最近江西地带有妖物作祟，这个长得像王祖蓝的男人是江西赣州有名的大财主，为了不让妖怪影响他做生意，忍痛花1000两黄金，请来降魔界有名的捉妖师来降妖，和一位不要钱的降魔师亲亲。就在此时，道长手中的罗盘出现异动，房间里的风铃声四起，众人都严阵以待，可却无一人敢上前，只有轻轻夺过沙和尚背上的长矛，行云流水地扔了出去。没想到插到赶来的不通小和尚，何方妖物，敢过来捣乱！贫僧法号不通。哦，你是僧，为什么有头发？贫僧啊，生来头发就硬，硬到连刀斧都砍不断。师傅曾7次为弟子剃度，全都失败了。既然是天意，我就决定留下这3000烦恼丝。现在所有降魔师已经就位，妖怪也好像在等他们到齐般，地面开始寸寸崩裂。道长知道机会来了，号召徒弟使出司南法器向妖怪攻去，然后自信满满的叫徒弟拿着渔网上去收尸。没想到妖怪不仅没收到，地下突然传出一股巨大的吸力，直接把2位徒弟吸了进去。在众人诧异的眼神中，徒弟的尸骨就从地下扔了出来，吓得道长和仅剩的弟子慌忙跑路，只有不通还在安慰大财主，只要有我不通在保你安然无恙。没成想话音刚落，地下突然窜出一个大舌头，一把就将不通拎了起来吞入腹中。此时的妖怪更加肆无忌惮，从地下河游到了城内，百姓被吓得四处逃窜，妖怪所过之处民房瞬间化为齑粉。就在怪物跃出水面时，不通也突然出现在他的背上，只见他全力地控制着怪物。此时的不通还在劝他回头是岸，可怪物不仅不听，还要伤害弱小无辜的村民。不通见他冥顽不灵，准备好好收拾他，只见他在身上一番乱搓，直接搓成了一颗伸腿瞪眼丸，毫不留情地将他丢进怪物口中。臭和尚，你给我吃什么？泥丸也是我身上的一部分，好不好吃啊？我要吞了你！本以为吃下伸腿瞪眼丸的怪物会平静下来，没想到这竟会更加激怒于他，带着不通在街道横冲直撞，直至利用城墙把不通弄了下来。没了他的束缚，怪物更加的肆无忌惮，开始无差别的吞噬无辜百姓。很多跑得慢的百姓成了他的食物。见怪物如此嚣张，青青和小师妹飞上城头，快速弯弓搭箭，一气呵成。昊天剑离弦犹如神龙剪尾般，3箭命中怪物的命门，怪物就此倒下。紧接着青青飞到怪物身上，从他体内抽出一根脊椎骨，而他来此的目的就是为了此物。然后在众人羡慕的眼神中，拖着蛤蟆精的脊椎骨潇洒离去。青青拿到蛤蟆精的脊椎骨后，来到一处隐秘的超时空所。他研究超时空已有1000年，只要抽干蛤蟆精的骨髓，再找到一颗千山老妖的眼睛，他便可以启动穿梭椅，找到他挚爱的那个人。青青本是天上的玉女，职责就是看守蟠桃园的蟠桃。可就在桃子要成熟时，执行任务回来的金童竟跑来和他约会。
两人因疏通管道过深，耽误了采摘蟠桃的时辰，导致蟠桃掉落人间。王母娘娘得知后大发雷霆：哀死！3000年了，蟠桃要3000年才可以结果一次。金童玉女这对叛神违反天条，令哀家还有诸位仙家还要再等3000年。王母娘娘绝不允许天庭有儿女私情，便罚金童玉女喝下忘情水，贬去人间受苦轮回100年，让他们3生3世不得相见。金童从小就弱怕事，喝下忘情水过后，就跳下天庭转世投胎了。但玉女却不想忘记他，直接泼掉了忘情水，带着金童的爱纵身一跃跳下凡间。然而这样的做法却激怒了王母娘娘，她在金童身上设下封印，让玉女一辈子都见不到心爱之人一面，10辈子也跟他说不上一句话。前生1000次的回眸，只换来今生1次的擦肩而过。玉女很不甘心，她经过1000年的研究，制造了穿梭仪这种仪器，只要以千年蛤蟆油为动力，再加上千山老妖的眼睛，她便能启动穿梭仪找到金童。经过她的不断寻找，终于发现了千山老妖的踪迹。她最喜欢吃小朋友打牙祭，吃一个还不过瘾，接着大手一抓又抓走一个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玉女射出一支降魔箭，正中他的膝关节。千山老妖当场跪下，接着吐出一口绿色液体，凡是沾到液体的人脸部都开始溃烂。玉女抓住机会飞身上前，打算给他致命一击，殊不知危险降临，还好不通及时赶来将他推走，自己却被千山老妖牢牢攥在手里。千山老妖试图把他晃晕，可下一秒，不通的头发突然变硬，扎得他嗷嗷大叫，只能撒手。其身后的玉女趁机一箭射向他的胸口，可千山老妖的皮太硬了，就连降魔剑也拿他没办法。众人只能躲在一个山洞里，暂时躲过千山老妖的追捕。妖怪皮太硬，弓箭都射不进去。哎，和尚头发都硬了，是不是比这样好使啊？和尚，想不想飞啊？我又不是鸟，怎么飞啊？愤怒一点就可以了。于是他们拉起一张大弓，瞄准千山老妖的命门，把不通像愤怒的小鸟一样射了出去。伴随着他势如破竹的气势，千山老妖直接被刺穿胸膛，不料因用力过猛，不通被插在了断臂之上。千山老妖也当场饮恨西北。玉女也如愿以偿找到了他的大眼睛。当他把大眼睛放进穿梭仪中时，穿梭仪也随之启动，寻找千年的愿望终于要实现了。回天仪中闪烁着他和金童的点点滴滴，他终于想起了一切，眼前的这个男人就是他找了3生3世的挚爱之人。两人历经1000年，终于相拥在一起。就在他们缠绵之际，一只巨大的黑手也在此时伸向两人。北海毒龙，终于认出我来了。